全人类突然消失，100年后，地球会是什么样？请注意，本视频耗费一个作者，时长40分钟。你可以点赞收藏，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。此刻，全球80亿人同时像雾气一样无声无息地融入虚无，城市的喧嚣戛然而止。纽约的时代广场，东京的涩谷十字路口，上海的外滩，那些永远人头攒动的地方，突然只剩下风穿过空荡荡的街道。最后一辆公交车停在十字路口正中间，车门还敞开着，等待着永远不会再上车的乘客。地铁列车停在了隧道深处，灯光闪烁了几下，然后彻底熄灭。那些摩天大楼里正在召开的视频会议突然中断，画面定格在某一帧。超市的自动门最后一次打开，放走了最后一位顾客，然后永远地保持着一个尴尬的半开状态。发电厂的控制室里，所有的仪表盘同时失去了读数，没有人在给锅炉添煤，没有人在调整反应堆的温度。整座城市从一个永不休息的巨人变成了一具巨大的沉默的躯体。人类消失后的第一个夜晚，会是地球数十亿年来最黑暗的夜晚。从太空中看，曾经灯火通明的不夜城带，从东京到首尔，从纽约到芝加哥，从伦敦到巴黎，将彻底陷入黑暗。你也许还记得小时候在乡下看星星的感觉，那种密密麻麻铺满整个天空的银河，对于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，那种景象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。但今晚，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都将看到同样的星空，没有光污染，没有霓虹灯的干扰，没有汽车前灯划过的光带，天空中会有800颗星星同时闪烁，那是银河系中最壮丽的景象。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，如果他们也算在人类之内的话，会在那一刻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蓝色星球。那些曾经繁华的都市带变成了一条条暗色的伤疤，静静地躺在地球的皮肤上，而那些伤疤内部的灯火已经完全熄灭了。走进任何一家超市，你会发现一座食物的墓园，货架上的面包在3天后开始长出霉斑，那是青霉素的颜色，你知道的。青霉素最初就是从这种霉菌中提取出来的。生鲜区的肉类在第1周就开始腐败，散发出让人无法靠近的气味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些气味会吸引来意想不到的访客，老鼠最先到来。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哺乳动物，从来不会浪费任何机会。在一个没有人类的城市里，老鼠的数量会在1个月内翻倍。它们沿着墙壁奔跑，穿过地下水道，钻进每一个曾经需要人类许可才能进入的角落。蟑螂紧随其后。这种在地球上存活了超过3亿年的生物，早就学会了如何在没有人类的世界里生存。事实上，它们或许比人类更适应这个星球。超市里的食物会在1个月内被消耗殆尽。老鼠和蟑螂吃掉了能够得着的一切，然后他们会把目光投向垃圾桶，投向下水道的沉积物，投向任何能够转化为热量的东西。3个月后，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超市会变成一座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废墟。植物会从地板的裂缝中探出头来，也许是一颗蒲公英，也许是一丛野草，
也许是某位顾客不小心掉落的一颗苹果核里长出的小树苗。生命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出路。人类消失后，最让人心酸的，也许是那些忠诚的动物们。一只金毛猎犬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等待着永远不会回来的主人。它会叫几声，然后竖起耳朵听着，回应它的只有墙壁的回声。宠物狗和宠物猫会在最初的几周内经历最大的苦难。猫相对好一些，它们保留了更多的野外生存本能，会很快学会自己捕猎。但狗不一样，经过几千年的驯化，许多宠物狗已经失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。那些小型犬吉娃娃、博美、约克夏会在最初的几周内成为流浪野狗的猎物，或者在饥饿中慢慢虚弱。大型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一只哈士奇也许能撑过1-2个月，但最终它们也会消失在进化的长河中。只有那些最顽强、最能适应野外生活的品种，才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。30年后，也许会出现一种全新的野狗，它们保留了狗的某些特征，但已经完全适应了野外生活。那时候的人，如果有的话看到它们，也许会惊叹于这种全新物种的诞生，却不知道它们曾经有一个名字叫狗。人类消失后的第1年，建筑物的外表开始出现变化。混凝土是一种神奇的材料，它看起来坚硬无比，但内部其实布满了细小的孔隙。这些孔隙是空气和水进入的通道，雨水落在建筑物的表面，会渗透进砖缝和窗框的缝隙里。冬天，这些水会结冰，体积膨胀近10%。反复的冻融循环会让水泥表面出现裂缝，让砖块松动，让整面墙壁开始剥落。你会看到，那些曾经光鲜亮丽的写字楼外墙开始像干裂的皮肤一样脱落。涂鸦艺术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奇怪的角色。那些曾经被清理队无情抹去的涂鸦，会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自由生长。也许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发现，这个时代的人类有着令人费解的视觉表达习惯。他们会在城市的表面上画满巨大的字母和图案，而真正让他们困惑的，也许是那些标志性的商业符号。一面墙上的苹果 logo， 或者某个加油站的壳牌贝壳，会让未来的研究者陷入深深的困惑。这是什么宗教符号？代表着怎样的崇拜？人类消失6个月后，植物会开始入侵城市，藤蔓会沿着墙壁向上攀爬，藓苔会在阴凉的角落里蔓延，青草会从人行道的缝隙中倔强地钻出。到第1年结束的时候，一座曾经繁忙的城市已经会被绿色所覆盖，那些玻璃幕墙反射的阳光会被不断生长的树叶所遮挡。那些曾经承载着人类野心的钢筋混凝土巨人，会逐渐变成一座座长满青苔的绿色城堡。10年后，如果你能再次踏上曼哈顿的土地，你会认不出这里。中央公园已经不再是公园，它已经和周围的树林融为一体，变成了一片真正的原始森林。那些被精心修剪的草坪早就被野草所取代，那些修剪整齐的灌木变成了真正的灌木丛，那些人工喂养了数十年的松鼠和鸽子已经被真正的野生动物所取代。也许有鹿，有狐狸，有成群的野火鸡。哈德逊河会变得更清澈，
没有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，这条曾经浑浊的河流会重新变得适合鱼类生存。三文鱼会回到它们的产卵地，在清澈的河水中产下后代。纽约城的街道已经不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，柏油路面会在雨水的侵蚀和植物根系的破坏下碎裂，裂缝中会长出野草，野草会吸引来兔子，兔子会引来狐狸和鹰。一座座建筑会在风雨中坍塌，但它们的废墟会成为新生命的温床。藤蔓会在废墟上织成绿色的网，树木会从屋顶的裂缝中生长出来，用几十年的时间把整座建筑包裹在自己的身体里。这是一个缓慢的、自然的拆解过程，不是爆炸，不是崩塌，而是一种更加优雅的告别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城市的地下埋藏着一个完整的世界，下水道管道纵横交错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地下网络。这些管道曾经承载着人类世界的废弃物、污水、雨水、工业废料，但现在它们将成为另一种生物的乐园。老鼠在下水道中找到了天堂，没有了人类的捕杀，没有了老鼠药的威胁，它们的数量会呈指数级增长，下水道里会变得拥挤不堪，老鼠们会为了食物和领地而争斗，最终这个生态系统会达到某种平衡。也许老鼠的数量会稳定在一个人类从未见过的规模，蟑螂和苍蝇会在废墟中找到繁殖的温床，它们的数量会在最初的几年里爆发，然后在食物链重新建立之后稳定下来。蝙蝠会成为城市废墟中的重要居民，那些曾经安装在建筑屋顶的通风口会成为蝙蝠的巢穴。夜晚，成千上万只蝙蝠会从这些巢穴中飞出，捕食那些在黑暗中飞舞的昆虫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没有人类的规则，没有人类的秩序，只有生存，只有繁衍，只有大自然那永恒不变的法则。100年前，如果你在洛圣都的海边散步，你会看到一片繁忙的港口景象，起重机在吊装货物，货轮在进出港口，工人们在码头上挥汗如雨。10年后，这一切都会消失，港口的机械设备会在海风中锈蚀，最终在某个暴风雨的夜晚轰然倒塌。货轮会在失去动力后搁浅，成为海洋生物的新家。珊瑚会开始在船体上生长，把这些钢铁巨兽变成一座座人工鱼礁。海洋会开始自我修复，鲸鱼会重新出现在它们曾经出没的海域，欢快地喷水跳跃。塑料垃圾是一个问题，人类留下了太多的塑料，塑料袋、食品包装、一次性餐具，这些塑料不会降解，它们会在海面上漂浮，在沙滩上堆积。10年后，海滩上会有一层塑料碎片，和沙子混合在一起，这是人类留给地球的最顽固的伤疤。也许几百年后，会进化出一种专门以塑料为食的细菌。也许这些塑料会永远留在海底，成为地质记录的一部分。未来的外星地质学家会发现，在距今大约20世纪的地层中，有一层奇怪的塑料层。他们会好奇，这种生物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制造这些无法降解的东西。50年后，混凝土建筑开始大规模倒塌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混凝土的寿命通常被估计为100年左右，
但这是在正常维护的前提下。没有人维护的混凝土会在自然的力量下加速老化和崩溃，雨水会渗透进建筑物的每一个缝隙，植物的根系会穿透地板和墙壁，在内部生长蔓延。钢筋这种支撑着现代建筑骨架的材料会在潮湿的环境中开始氧化。铁锈的体积比铁大得多，所以生锈的钢筋会膨胀，撑裂包裹着它的混凝土。这是一种从内部开始的破坏，你看不到任何预兆。某一天，一面墙壁突然裂开，整个建筑开始向一侧倾斜，然后轰然倒塌。那些摩天大楼，人类智慧和野心的象征，会在50到100年内全部倒塌。帝国大厦、希尔斯大厦、哈利法塔，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标，会变成一堆堆混凝土和钢筋的废墟。但废墟之下，也许会有另一个故事。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种子，会在阳光和雨水的滋养下发芽生长。50年后的纽约城会是一片森林，会重新变回它11000年前的样子。那时候，最后一批冰川刚刚从这里退去，这片土地上还只有野牛和驯鹿在漫步。有一部电影叫《我是传奇》，讲的是人类消失后的世界。电影里，主角在废弃的图书馆里寻找资料，试图找到治愈病毒的方法。但如果你真的在50年后来到图书馆，你会发现书籍已经不存在了。纸张的寿命通常不超过200年，在没有良好保存条件的情况下，纸张会在50年内开始发黄脆化。蟑螂、老鼠会啃食书页，留下密密麻麻的孔洞。霉菌会在潮湿的环境中繁殖，把书页变成黑色的泥浆，最终所有的书籍都会化为尘土。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想法。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，那些写在纸上的文字，画在纸上的图画，都会在时间的侵蚀下消失。但别急，还有一些东西会留下来。石刻，一些特殊材料制成的名牌，也许还有埋在地下档案馆里的金属唱片和石板。如果未来的智慧生物，也许是某种进化后的人类，也许是外星访客来到地球，他们也许能读懂一些残留的信息，但绝大多数的人类知识会随着纸张的腐烂而永远消失。就像玛雅文明的象形文字，就像古埃及的纸草书卷，就像所有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字一样。与纸张不同，金属是一种顽固的材料。50年后，那些不锈钢的雕塑依然会闪闪发光。那些埋在地下管道中的金属会在潮湿的土壤中慢慢氧化，但速度很慢。铝这种金属尤其顽强，它表面那层致密的氧化膜会保护内部的金属不受腐蚀，所以你会在废墟中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易拉罐会比周围的混凝土存在得更久。那些被扔在路边的铝制饮料罐会成为人类存在的最持久的证据之一。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发现这些闪闪发光的圆筒，然后陷入深深的困惑。这些是什么？是某种宗教仪式用的器皿，还是某种食物的容器？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里面曾经装过可乐或者啤酒。而那些电子设备，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机会是另一番景象。它们的塑料外壳会很快腐烂，但内部的金属部件会在土壤中保存很长时间。电路板上的铜线、金触点、稀有金属，这些
都会被大自然慢慢回收，但过程非常缓慢。一块手机电路板在土壤中完全降解，可能需要200年的时间。100年后，人类文明的大部分证据都消失了，城市已经变成森林或者草原，道路被野草覆盖，桥梁在风雨中坍塌，水坝要么决堤，要么被淤泥填满。发电厂、工厂、办公楼，这些曾经的混凝土巨兽，已经变成了一堆堆长满青苔的碎石。如果你站在100年前的北京街头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人类的痕迹，只有极少数东西还在顽强地存在。首先是玻璃，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，这是沙子的主要成分。在大自然中，玻璃几乎不会降解。100年前丢弃的玻璃瓶会在土壤中保存数百甚至数千年，它们会被风沙磨圆棱角，变得像鹅卵石一样光滑，但形状还是原来的形状。其次是一些特殊的人造材料，钛合金植入物，比如某些人工关节或者牙科填充物，可以在地下保存数百万年。不锈钢雕塑或者金属标牌也会有很长的寿命。最后是那些深埋在地下或者封闭空间中的物品，核废料会继续发光发热上万年。那些被密封在地下储藏室里的物品，也许能保存更长的时间，但这些都只是零星的证据。一个来自外星的考古学家，在100年的地球上进行发掘，能找到的人类痕迹会非常有限。他们也许会发现一些塑料碎片，一些玻璃罐，一些形状奇怪的金属制品，但他们能推断出这是一个拥有高科技文明的物种吗？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。也许他们能找到那些矗立了100年的雕像不锈钢材质，让它们在风雨中依然闪闪发光。也许他们能认出那些核反应堆的遗址，虽然已经坍塌，但独特的圆柱形结构会暴露它们的身份。也许他们能在地层中找到一层异常的元素铀、钚，这些在自然状态下极为罕见的元素，会暗示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大量使用核能的文明。100年后，地球已经重新回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。那些入侵的外来物种，从各大洲被人类带往世界各地的植物和动物，已经在新的生态位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澳洲的野兔不再泛滥，因为它们的捕食者狐狸、野狗、各种猛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种群。欧洲的灰鹤已经入侵北美，在那里繁衍生息。非洲的旅人鲛已经占领了澳大利亚的沿海地区。这是一个混乱了100年，然后重新找到平衡的生态系统。动物的变化尤为显著。那些被人类驯养的家畜大部分已经灭绝，没有人类的喂养。奶牛无法在野外生存，它们的乳房太大了，行动不便，而且产奶量远远超过小牛的需要。猪会野化，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适应野外生活。鸡会飞了，不是真的飞，而是能在低矮的树枝上短暂停留，躲避地面上的捕食者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野生动物种群会逐渐恢复。非洲草原上的大型哺乳动物会重新占据它们的历史领地。大象会再次踏上古老的迁徙路线，穿越干涸的河床，越过尘土飞扬的稀树草原。鲸鱼会在各大洋中自由游弋，不再担心捕鲸船的威胁。这是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，也是一个更加野性的世界。人类消失后，温室气体的排放停止了，
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会立即停止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会慢慢被海洋和陆地吸收，这个过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。全球变暖会继续，但速度会放缓。也许地球会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逐渐降温，重新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温度水平。海平面不会立即下降，已经融化的冰川和南极冰盖不会一夜之间重新结冰，但随着地球温度的稳定，海平面也会慢慢稳定下来。那些被海水淹没的沿海地区会成为新的湿地和沼泽，红树林会重新在海岸边生长，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。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需要数百年的时间，但地球有这个耐心，地球有的是时间。让我们做一个有趣的假设，如果人类在消失100年后突然出现，也许是从某个太空站返回，也许是某种神秘的时空穿越，他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首先，他们会认不出自己的家园，那些熟悉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森林或者草原，那些标志性的建筑自由女神像埃菲尔铁塔、长城已经坍塌或者被植物覆盖，地图已经过时了。100年的时间，河流会改道，湖泊会干涸或者扩大，山峰会崩塌。那些曾经繁忙的公路和铁路已经被野草和树木所吞噬，但他们也会发现一些让人惊喜的东西。食物保存完好的地下储藏室，在密封无氧的环境中，有些食物可以保存100年以上。也许能找到一些还能阅读的书籍和文件，那些被保存在干燥低温环境中的纸张，也许能找到一些还能使用的工具，那些不锈钢材质密封保存的工具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能从前人的错误中学习。100年的空窗期足够让人类重新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。他们会看到，没有人类的世界，地球依然运转得很好。也许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100年的地球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会是一个天堂，所有的遗址都暴露在地表，不需要费力的挖掘。那些曾经深埋在现代建筑下的古代遗址，第一次重见天日。古罗马的斗兽场会从周围的混凝土废墟中显现出来，吴哥窟的寺庙会从周围的丛林中露出全貌。金字塔周围的现代建筑已经坍塌，金字塔会重新成为沙漠中的最高点。这是一次跨越时代的考古学革命，但同时这也是一次深深的遗憾。所有的现代人类遗迹，那些曾经辉煌的摩天大楼，那些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设施，都已经变成了尘土。那些关于互联网、关于人工智能、关于量子计算的记录，都已经无法恢复。后来者必须从头开始。也许他们会用几千年的时间重新发明轮子，发明蒸汽机，发明电灯，发明计算机。也许他们会在某些领域走捷径，毕竟基础物理定律没有改变，地下的矿藏还在那里。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人类曾经建立过一个怎样的文明。那些飞向太空的火箭，那些潜入深海的潜艇，那些连接全球的网络，这些都会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。我们是地球的主人吗？思考人类消失后的世界，会让我们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。我们是地球的主人吗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曾经是。我们建造了城市，改变了河流，移山填海，甚至在太空留下了足迹。
我们以为自己是这个星球的主宰，是进化的顶峰，是宇宙中唯一有智慧的存在。但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这个星球。地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，人类现代智人不过存在了20万年，这相当于一天的最后1秒钟。如果地球的历史是一天，人类文明不过是一天的最后0.1秒，而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，不过是这0.1秒的最后几个震动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我们改变了大气层的成分，加速了物种的灭绝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奇迹。但这一切，在地球的历史长河中，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涟漪。人类消失100年后，地球已经几乎恢复原状；1000年后，也许已经找不到人类存在过的任何痕迹。地球不在乎，地球有的是时间。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人类终将消失，那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问题，但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人类永远不会消失，如果地球会永远承载着我们的子孙后代，直到太阳熄灭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资源会耗尽，环境会崩溃，生命会窒息。也许人类的消失不是一种惩罚，而是一种幸运。地球需要呼吸的空间，生命需要轮回的机会，而我们在消失之前曾经美丽地活过，这也许就是意义。不是为了永恒，而是为了存在本身。就像夏夜天空中划过的流星，它不永恒，但它在消失之前曾经闪耀过最美丽的光芒。献给每一个在深夜醒着的你，亲爱的听众。此刻的你也许正躺在黑暗中无法入睡，也许是因为工作压力，也许是因为生活烦恼，也许只是单纯的失眠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正在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、成功失败，都是这个星球上最珍贵的奇迹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能够感受，能够思考，能够爱与被爱，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人类终将消失，但此刻的你，正在听这段文字的你，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的你，你是这个伟大故事的一部分。你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辉煌，也将见证它的终结。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时间去爱，去创造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，时间去和爱的人一起看星空，去品尝美食，去拥抱那些温暖的瞬间，时间去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所以不要焦虑，不要恐惧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想象一下那片100年前就存在的星空，想象一下那些曾经在同样的星空下思考过人生意义的先辈们。你并不孤独，从古至今，所有的灵魂都在这片星空下相遇。而现在，在这个深夜，你和我在这个声音里相遇了。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夜晚，人类消失后的第一个夜晚，没有霓虹灯的干扰，没有城市喧嚣的掩盖，银河像一条闪光的河流，铺满了整个天空。800颗星星同时闪烁，比人类有史以来看到的任何星空都要壮丽。那些星星是数十亿年前的光，它们穿越浩瀚的宇宙，最终落在你的眼睛里。多么美丽的旅程，多么漫长的等待，只是为了在你抬头的这一刻闪烁一下。人类文明的所有辉煌与衰落，都在这片星空下发生。
凯撒在这里遇刺，莎士比亚在这里写剧，牛顿在这里思考，苹果在这里落下。所有的欢笑与泪水，所有的爱与恨，所有的战争与和平，都曾在这片星空下上演，而星空不在乎，它只是永恒地闪烁着，用它那来自远古的光，温柔地注视着这颗蓝色的小星球。无论人类存在与否，无论地球转动与否，无论宇宙如何变迁，那片星空会一直闪烁下去，直到永远。听完了这段旅程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那些困扰你的事情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要了？是不是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？如果是的，那就带着这份平静好好睡一觉吧。明天醒来，阳光会照进窗户，风会轻轻吹动窗帘，鸟儿会在窗外歌唱，邻居家的狗会在草地上奔跑。这个世界还在运转，而你还有时间去感受它。晚安，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梦，愿明天的你比今天更加坚强，愿每一个在深夜醒着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。